山河远阔，谢谢您来听我讲故事。欢迎收听悠然心语。苏管英参加完离婚官司，正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，一辆飞速行驶的车猛然间就朝他飞过来，根本来不及躲闪，人就被撞飞出去10几米了。在他晕倒前，望一眼嘈杂的人群，心想死了也好，对自己来说正好是一种解脱，不然被前夫和妹妹背叛，连自己辛苦养大的2个儿子也无情地选择前夫，这份彻底的背叛和抛弃早就把他给压垮了。苏管英，你醒醒！抱着他的男人急得眼眶都通红了。苏管英用尽所有力气，伸手抚摸他的脸颊，低声说：周落雨，若有来生，我一定不会选错人的。他用20年的时间验证了一个事实，勉强的婚姻只会让自己变得更卑微，哪有什么日久生情，不过是父母骗他的瞎话。苏管英是80年代的大学生，就职于某大医院，又是难得一见的美人，像她这种优秀的女孩，自然是长辈们喜爱的媳妇人选，顺风顺水地嫁入富人家里。第2年就生下双胞胎儿子，公婆疼爱，老公宠爱，又有称心的事业，她注定是妥妥的人生赢家。然而苏管英的妹妹苏乐琪却没有她这么幸运，是肥皂厂的一名护士，后来嫁给一名警察，婚后没2年就草草离婚，因为是净身出户又接连失业，所以离婚后的生活过得很拮据。苏管英为了照顾妹妹的生活，让她帮忙照顾2个儿子，谁料这一错误的举动竟让苏管英彻底坠入深渊，妹妹和姐夫维持了长达10年的地下情。不仅如此，最终苏管英反倒被丈夫和妹妹算计，当场抓到她与人偷腥的证据，从而逼着她净身出户，努力20年经营的婚姻一夜之间成了妹妹的爱巢，终了她才是那个最可怜的人。如果人有来生，她宁愿一生孤独，也不要再重复这悲惨的人生。姐，快起来吃饭了。一阵清脆而熟悉的声音将床上的人唤醒，苏管英打量许久，才悠悠地问：苏乐琪，这是哪一年？妹妹扎2个麻花辫的样子，分明是20年前的模样，让她心里顿时慌乱了。姐，你睡糊涂了，今天正好是你22岁的生日，一会儿爸妈找朋友来家里玩，你还是快点起来吧。真的？她狐疑地望着妹妹。苏乐琪一脸诧异地点了点头。姐，你是不是上学把脑子上傻了？哈哈。苏管英不敢置信，她竟重生回到了20年前。现在她刚毕业参加工作，还没有跟前夫秦一泽结婚，所以说一切都还来得及。重活一世，她一定要扭转命运，不会再让所谓最亲的人背叛。乐琪，你跟顾茂谦订婚，他今天也会来吧？说是忙完就过来。姐，你放心好了，只要你不结婚，我是不会结你前头的。苏乐琪笑呵呵地说，她根本不爱未婚夫，与他订婚也只为了找个靠山，而她心里一直惦记着一个男人，就是周落雨，肥皂厂的保卫科科长。虽然家世一般，却是个难得一见的帅哥，尤其是他玩世不恭的样子，最是惹他着迷。很可惜的是，周落雨心里一直都只有苏管英，就让他羡慕嫉妒恨了。姐姐已经够优秀，什么样的男人得不到，为何偏要跟自己抢男人？所以苏乐琪在内心深处是极恨这个异父异母的姐姐的。
真乖。苏管英笑着捏一把他的脸颊，就起身去浴室洗漱了。约半个小时后，他人已经打扮精致，从后门偷偷溜出去了。让他笑脸相迎的见前夫，除非让他再死一回。肥皂厂门口，苏管英穿一件碎花裙，裙摆在微风中摇摆，微微一笑间，十分的绝美动人，让下班的工人们都纷纷看呆了。周落雨，我是来找你的。他笑着朝他招手。苏洛英，听说你今天相亲？不是，很高兴见到你。周落雨一脸惊讶地望着他，深邃的眼里尽是喜悦。我是偷偷跑出来的，早饭还没吃呢，要不你请我吃午饭吧？小炒还是火锅？他做梦都想跟他一起吃饭。在众人眼中，苏洛英就是高不可攀的白天鹅，而他一个退伍军人，没多少文化，哪敢主动追求她，也只有远远望一眼的勇气。小炒吧，正好我有话要对你说。小餐馆的最里边位置，周落雨费尽心思点好4菜1汤，就拘谨地给他倒一杯茶，才低声问，突然来找我，是不是遇到难事了？只要能帮到你，我一定尽全力帮忙。他与苏管英是初中同班同学，后来自己去当了兵，而人家就去上了高中大学，虽然偶尔还能见到，但却是天壤之别。很多关于他的事，也是从苏乐琪口中得知的，少到可怜，却已经让他心满意足了。比如苏管英今天相亲，就是苏乐琪故意透露给他的，为的就让他能死心。乐琪告诉你，我今天要相亲对吗？他老实的点点头。当时听到这个事，他心里就像刀扎一般，但转念一想，苏洛英该当找个更优秀的男人，也就心里平衡了。你喜欢我吗？他直接地问。周落雨的脸红证明了一切。我要是跟别的男人在一起，你会伤心吗？他为难地低垂下头，不仅伤心，自己还会痛不欲生。周落雨，我想跟你交往，你乐意吗？苏管英笑盈盈地与他对视，在见到他激动的神色后，满意地为他盛一碗汤。愿不愿意？你倒是说句话呀！我想对你一辈子好，不是喜欢他，不是想跟他在一起，而是直接想过一辈子。这样的回答让苏管英嘴角微微勾起了笑意。我答应你的求婚，至于何时领证，我都听你的。那你跟厂长的儿子？他话说一半就欲言又止了。苏管英微微脸一红，可我喜欢你啊。哦，周落雨脸红耳热的样子，让苏管英更确定了自己的心意。他主动握住他的手，那你就被我预定了，跟谁都不许再动心，好吗？好。他也攥紧他柔弱无骨的小手，两人淡淡的凝视，竟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。苏管英回到家后，秦一泽竟然没走，远远瞥一眼，正与苏乐琪在下五子棋，两人明里暗里的眼神交流，让苏管英反感的想要直接上楼，竟被唤住了。姐，秦大哥等你一中午了，你们俩聊，我去厨房洗点水果。无奈苏管英只能坐他对面了，挤出一丝笑。我今天正好去见朋友，错过了跟你相亲，不好意思了。听着就是故意躲开的意思。没事，我是自愿等你的。那个，我一直暗恋你，你对我印象怎么样？秦一泽小声地问。苏管英尴尬的一笑，我有男朋友了，就是你们厂的保卫科科长周落雨。空气突然安静了。
可是叔叔阿姨说你没有男朋友，而且还希望我们俩好好交往，现在你又这么说，是不是对我不太满意？他忐忑地问。其实秦逸泽也不太喜欢苏管英，是他爸妈看中了他，所以才费心安排了这场相亲，而他却被放了鸽子，心里到底是不得劲的。他是厂长的儿子，任谁不对他客客气气的，也就苏管英对他爱答不理，反倒更激起秦逸泽心里的胜负欲了。秦大哥，你很好也很优秀，只是我高攀不起。那个我还有书要看，就先失陪了。乐琪，照顾好客人。撂下一句话，苏管英就匆匆回房间了。现在的他多看这俩人一眼，都觉得浑身膈应得慌。家门口外，秦大哥，我姐个性高傲，你别跟她生气，等有空了我好好劝劝她。苏乐琪十分的温柔善解人意，尤其妩媚一笑的样子，让秦逸泽心里痒痒的，但一想到他已经订婚，也只能想想而已了。更何况主动扑上来的女人，远不如费心追到手的更香。我不喜欢强人所难，这是再说吧。秦逸泽话虽如此，但心里却动了娶苏管英的念头，与喜欢无关，只是单纯的男人占有欲。这就是你未来姐夫，长得很帅吗？顾茂谦姗姗来迟，只瞥到一眼的侧影，但一身西装的秦逸泽在这小弄堂里显得格外的突兀和与众不同。我姐才没这福气呢。对了，让你给我买的新裙子可有抢到？给。顾茂谦从公文包里取出包裹严实的新裙子，一脸得意的想要索吻，却被苏乐琪给推开脸。这么多人瞧着呢，也不知道害羞。对了，我爸妈都不在家，就不叫你回家坐了。好吧，琪琪，那我就先回家了。顾茂谦不舍得望他一眼，才骑自行车离开了。而苏乐琪收到新裙子，一扫刚才的失落，兴冲冲回屋去了。她要好好准备一下，希望周末的公司舞会能够得到周落雨的青睐。在周落雨和秦逸泽之间，她无论得到哪一个，心里都会得到极大满足的。姐，周末肥皂厂举行舞会，你要一起参加吗？隔天早晨，苏乐琪趁着吃饭的功夫，随口问道。不去，我今晚要值夜班。苏管英刚想拿包走人，就被继母叫住了。英英，你跟秦逸泽相亲，感觉如何呀？妈，我已经跟他说明白了，两人以后做朋友，他不会为了相亲这事而为难爸和琪琪的。我医院有早会就先走了。不等继母再说话，他人已经骑车子出门了，给人一种热脸贴冷屁股的感觉。妈，她不嫁正好，省得总一副高高在上的感觉，只想当佣人般的欺负你。苏乐琪边吃馒头干边幸灾乐祸地说。哼，你倒是想得开，若不是你自己瞎折腾，落个不能怀孕的下场。我能把这便宜让给那臭丫头，你倒是说说，顾茂谦那小子能不能当上局长？苏乐琪的妈是个十足的势利眼，只希望两个女儿都能嫁得好，来满足她那颗虚荣心。她就是个无用的小警员，你就别指望她了。倒是周落雨像是个人才，妈，我想嫁给他。在苏乐琪心中，未婚夫顾茂谦只是一个备胎，可有可无。若不是看他工资还算高，能有点用处，又好掌控，选谁也不能选这穷小子啊。我看行。母女俩都是一脸的坏笑，
筹谋着要算计周落雨，谁料苏管英早一步将他给拐到手了。周落雨，跟我领证，你咋这么冷漠？是不是秒后悔了？苏管英见他脸颊微红，故意的逗他。怎么可能？我只是觉得太不真实。苏管英，我发誓，此生只爱你一人。周落雨温柔地捏住他的小手，眼神灼灼地盯着他，竟被苏管英主动吻上薄唇，蜻蜓点水的一吻，让他脸颊红到发烫了。叫我管管，管管！他低沉地喊了声。他从身后抱住他的窄腰，自行车缓缓往前走着，靠着他的背，苏管英有种岁月静好的感觉。在上一辈子，周落雨因为强奸苏乐琪未遂被判刑5年，他现在想来，很有可能是被这对母女给算计了。后来的15年，他一心扑在事业上，不仅挣得一份家业，还终身未娶，更是在他临死前才讲出心里话：我一直默默地爱着你，却不知你过得并不快乐。早知如此，我就该把你从秦一泽身边抢回来。让苏管英不仅要骂自己蠢，这么痴情的男人，他竟视而不见，反倒接受长辈的安排，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，尽心付出20年，最后落个被集体背叛的下场，真的可怜又可恨。周落雨，周末我们去你家庆祝一下吧。好。周落雨一口答应了。他父母去世的早，唯一的亲人就是在香港生活的姑姑，这些年都是自己一个人生活，能娶到这么好的老婆，理应好好庆祝一番。他觉得连老天都在眷顾自己，能娶到苏管英，是自己一辈子的幸福了。周末傍晚，苏洛英因为尿急去了街头的厕所，家里就只剩周落雨一个人了。因为高兴，他今晚喝了不少酒，这会儿有点眼神迷离，望着一身粉裙子的身影，嘴角微微扬起了，正想迎上去，却见是苏乐琪，他忙收回了手。怎么是你？姐妹俩竟穿了同一款裙子，只是一个纯净动人，另一个透着几分媚俗，完全截然不同的感觉。周科长，今晚单位有舞会，你不会忘记了吧？他打量一圈，烛光晚餐还是蛮有情调的嘛。今晚姐姐值夜班，而他偷偷跟别人搞情调，原来也不是真的不近女色呀。我还有事，你先走吧。周落雨冷厉的语气让苏乐琪微愣，但他还是舔着脸凑过来，用手搭在桌上，柔声地说：周科长，这么急着赶我走，是怕你的好事被我撞见吧？你现在可是我姐的男朋友，背着她约会其他的女人，这样真的不好。你也知道，那还不赶紧走？我是她妹妹，她在医院上夜班，我自然要替她看好你，除非你要约会的女人是我。苏乐琪撩开裙摆，露出洁白的长腿，一副妩媚勾人的样子，让周落雨直接别过头去了。苏护士，我就是跟你姐约会，请你立刻离开。哈哈，我姐在上班，你少忽悠我，我可是早确认好的。周科长，我追你这么久，你都一副冷冰冰的样子。我姐大学一毕业，你就上舔着将她骗到手，我就想问一句，我跟姐姐到底差哪里了？看来周乐琪是有备而来的，她没你这么不要脸。周落雨一脚踢开房门，是怕某人会生扑，正巧看到回来的苏管英，朝他摇摇头，心里顿时有了主意。我姐看着清纯，其实骨子里最风骚了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她一边跟你交往，
一边还勾搭着秦一泽，就想将你们俩人玩弄于手中，看那个更适合他嫁。苏乐琪扯谎起来都不带脸红的，可见这样的坏事他一直都没少做。她可是你姐，你就这么诋毁她？周洛雨冷冷地问。她不是我亲姐，就算是我亲姐，我也不能维护她这样的坏女人，是吧，周科长？苏乐琪朝他抛个媚眼，就让周洛雨有种反胃的冲动。而站在院子里的苏管英亲耳听到妹妹诋毁自己，竟没忍住地笑了。这当头一棒来得真好，让她不会再傻到把苏乐琪当亲妹妹疼，为了照顾她的心情和生活，以至于把自己男人都搭上了。姐，苏乐琪看到走进来的人儿，一脸的诧异，但很快回过神来的反咬一口，姐，是周科长约我来的，他还对我动手动脚。呜！在不经意间，他已经扯开领口，露出白皙粉嫩的皮肤。若不是早有防备，苏管英真就信了他的鬼话。周科长，坐牢和轻薄我妹妹，你选哪一个？他轻笑着问。周洛雨想也没想开口，我宁愿坐牢，也不会碰他一指头。这是得有多厌恶，才会说出这样的话。上一世被判5年，估计就是这么来的了。姐，我们是最亲的人，你要相信我。苏乐琪想要挽上他的胳膊，却被直接闪开了。苏乐琪，你刚才还说我不是你亲姐，就算是亲姐，也不会维护我这个坏女人，好话坏话都让你说了，现在跟我装可怜。他要的就是撕破脸，这样背后捅刀的妹妹，自己宁愿一辈子不来往。姐，我说那话都是故意试探周科长的，既然你们真的在约会，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。苏乐琪趁还没闹大，提着包包麻溜地闪人了。让你受委屈了。苏管英伸手抚摸他的俊逸脸颊，一想到他被冤枉坐牢的那5年，他心里有说不的心疼和自责。不委屈，他再敢胡闹，我就把他轰出去。周洛雨笑着在他鼻尖碰一下，突来的亲昵让苏管英小脸微微泛红，在橘黄灯光的烘托下，屋里的气氛变得更暖媚了。我真得去值夜班了。苏管英起身想逃，却被他拽进怀里，低头一阵热吻过后，周洛雨才低沉地在他耳边说：我送你去上班。好。两人四目相望，苏管英第一次近距离地端详着他，有棱角的脸颊透着坚毅，不仅帅气，还十分有气质。小麦色皮肤尽显男人的魅力，让他脸颊又一次红了。周洛雨守护了他20年，一直是保持不远不近的距离，从未给他一丝的不便。如此有分寸的男人，此时此刻才觉得真的很让人着迷。医院大楼的门口，周洛雨拘谨地朝他一笑，走了。说走，他的眼神却一直停留在他的身上，如胶似漆，根本就是难舍难分。等一下，苏管英主动走近他，踮起脚尖在他薄唇吻一下，保护好自己，别让别的女人占到你的便宜。像他这么痴情的男人，他可是时时都不能放心了。管管，除你之外，不论男女都甭想近我的身，这下你放心了吧？他压低声音地说。在他看来，这不是一句承诺，更像是彼此间的情话。能被喜欢的人在乎，他觉得是最幸福的事了。我对你一直放心，只是对那些飞蛾扑火的女人太不放心了。他温柔地朝他笑笑。自从发现了他的好，
苏管英就觉得，在曾经的20年里，周洛雨到底躲过多少女人的投怀送抱，真心不易呀。某日，在一家宾馆里，苏乐琪溺在秦一泽的怀里，一场欢愉过后，他不禁开始撒娇起来：“秦大哥，我想去医院工作，你让叔叔找关系，帮我进大医院好吗？”他开始嫉妒起苏管英的工作了。既然周洛雨没指望了，他又不得厂长夫人的喜爱，那倒不如在事业上搏个好未来。在肥皂厂当护士多好，我还能照顾到你，而且我爸的关系，岂是我说用就能用的？秦一泽在他肩膀轻咬一口，惹得他娇喘一声：“秦大哥，你好坏呀！就知道折腾人，我可没你的好经历。”说着，他就要起身，却被他又给拽进了怀里。刚想再亲热一番，却听门外传来急切的敲门声。“谁？”秦一泽不悦地低吼。“楼下着火了，屋里的人都赶快出来。”隔着一道门，顾茂谦整个人都要疯掉了，攥紧的手发出咯吱的声音。下一秒门一开，他抬手就朝秦一泽脸上挥去，嘴角瞬间鲜血淋淋，把人直接给打懵了。秦一泽、苏乐琪，你们在干嘛？顾茂谦猩红眼地指着他们质问。“我们在讨论工作，茂谦，你别误会好吗？”苏乐琪拉住他的手，却又被无情甩开。他眼神里再无柔情，有的尽是无情的鄙夷，口口声声说要把最珍贵的留到结婚后，原来不过是借口。他白皙脖子上的红色印子已经暴露他们刚才所做的一切。在宾馆讨论工作，苏乐琪，你真当我是傻子？我们分手吧，至于订婚也一并取消了。不顾挽留，顾茂谦无情地转身走了。“乐琪，别难过了，我会对你负责到底的。”秦一泽见事已至此，只能先把他安抚住了，不然丑事闹到厂里，反倒对他更不利。医院的餐厅，苏管英把事情讲完，闺蜜白月兰惊讶地望着她：“你说给未来妹夫打电话的人是你？你还让我去安慰他？傻白甜的好友，啥时候变得这么诡计多端了？”白月兰只觉得头都发晕了。“兰兰，苏乐琪想要勾搭周洛雨，我这是给他一点教训，不然我还拱手相让吗？”苏管英无所谓的耸耸肩，继续吃盘子里的菜，而闺蜜白月兰却不淡定了：“那你让我安慰顾茂谦是啥意图？”她轻咳一声，才趴在闺蜜耳边低语：“他是一个好警察，未来也会是一位局长。你一直想嫁个有实力的男人，这不是就摆在你面前了？我可不逼你，要不要追看你自己。真的假的？你啥时候会看面卜卦了？”白月兰有些松动，但还是在心里纠结着。毕竟以现在情况来看，顾茂谦就是个无钱无能力的小警员，而他马上就要提主任，两人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。“白副主任，有个急事的事要你处理一下。”一个实习医生把一个检查报告递给了白月兰，看一眼后，他低声说：“我先看一眼，一会儿你来我办公室拿。是你妹妹的孕检报告，一眼假，找人来盖咱医院的章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这很明显违反规定，交给我来处理，绝不会连累医院，还能让苏乐琪自食恶果。”白月兰一脸狐疑地望着闺蜜，久久才找回声音：“苏医生，我这才发现一件事，你是个睚眦必报的女人。”“哪有，我只是不想再被欺负。兰兰，
你要抓住顾茂谦，相信我。白月兰笃定地点点头。肥皂厂的医务室，你怀孕了。秦逸则一脸惊喜地望着苏乐琪，在得到肯定的回答，将她抱在怀里一阵亲昵，那叫一个纠缠不清。检查报告能有假？秦大哥，那我们的婚事？苏乐琪小声地问。我爸妈一听有孙子了，一定会同意你进门的。乐琪一定会好好对你的。那我去医院工作的事，人一旦走运时，他想要的就会更多，不管配不配，都想来一次飞蛾扑火。你傻呀，生完孩子后，我爸妈一定会尽力帮你办的，毕竟是秦家的媳妇，他们不帮你帮谁？乖，让我再好好亲一回。秦逸则想要与他亲热，却被一把推开了。秦大哥，怀孕的头3个月要特别注意，而且还是在办公室，我们又没打结婚证，还是谨慎一点吧。嗨嗨，话刚说完，门外就传来一阵的咳嗽声。秦逸则猛然打开门，站在门外的竟是周落雨，就没好气地说：周科长，你何时有听墙根的毛病？是不是找了女朋友，就连脾气都见长了？眼前的男人得到他梦寐以求的女人，他跟周落雨的梁子算是结上了。你们的事我没兴趣听。周落雨想走，却被苏乐琪给拦住了。他妩媚的一笑：周科长，我要跟秦大哥结婚了，你跟我姐打算何时领证啊？我瞧着他最近跟顾茂谦走得很近，不能够把你给甩了吧？哈哈，也难怪了，毕竟你只是一个保卫科的小科长，而顾茂谦最起码也是个公职人员，比你到底是有前途。周落雨眉头一紧，不悦地朝他冷冷地说：我跟你姐的事不需要你来操心，而且我也提醒你一句，做尽坏事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。你手里拿的什么？秦逸则看一眼他手里的纸，轻笑着鄙夷地问。他如今是厂里的副厂长，最喜欢指挥人的感觉，而周落雨来跟自己汇报工作，正好让他能够伺机报复一下，想想都超爽。辞职信。周落雨终于明白苏管英为何非要让他辞职了，跟着这样的男人工作是不会有任何的前途可言。呵，你要辞职，没工作没钱了，你打算喝西北风啊？苏乐琪一脸坏笑地嘲讽着他。与你无关。周落雨将辞职信递给了秦逸则，见他似笑非笑的样子，低声说：秦副厂长，这是我的辞职信，你给签个字吧。打不过就跑，你倒是聪明，不过你成了无业游民，苏管英他还能要你吗？我跟婉婉已经扯结婚证了。他淡漠地说。那好啊，等你们办喜事的时候，请我们去吃喜酒啊。不对，咱们也算连金了，就算你不好意思请我，我也一定会去的，哈哈。秦逸则爽快地签字，一脸讽刺地瞅着周落雨离去的背影，真是不知死活的家伙，竟敢把正式工作辞掉，越穷的人越无知无畏，真是可悲。他真是疯了。苏乐琪笑呵呵地安抚秦逸则，他或许受不了咱们这么幸福，穷人嘛，穷的就只剩自尊心了。秦大哥，你刚才的一举一动都让我好崇拜，算你有眼光。秦逸则将门重新闭上，将人拉进怀里就是一顿猛亲，他现在就是完全的强者，而周落雨直接被他碾压，心里顿时得意而忘形了。家里，苏管英终于住进了家里，虽然房子有点破旧，
但被周若雨收拾得井井有条，更换了家具和窗帘，又添置了一些家电，让这里终于有了温馨的感觉。喜欢吗？他忐忑地问。苏管英主动环住他的脖子，很喜欢，而且心里满满的幸福。老公，感谢你给我一个温暖的家。周若雨低头吻上了粉唇，在这一刻，她觉得整个世界仿佛都是自己的了。只是就这么辞职，她怕自己不能给苏管英更好的生活，心里有些担忧。苏管英用指尖抚平她的眉头，温柔安抚地说：老公，你大胆地放手去干，就算挣不到钱，我可以养你呀。在他看来，未来的物流巨头一定能创业成功的。有你真好，管管。两人深情相拥，在这温馨的氛围里，今夜注定会是一个不眠之夜。1年后，周若雨开的物流公司规模不断扩大，业绩也是好的不敢想。一时间，他成为了本市最有前途的企业家。而顾茂谦也如愿当了警队队长，还跟白月兰结婚，小日子过得别提多幸福了。只是有人欢喜有人忧，最近苏乐琪却有些烦恼，甚至婚姻也遇到了不小问题。你老公成了企业家，你害怕了？白月兰拿一杯红酒递给了苏管英。今晚两家在周若雨的新别墅里聚餐。那还真没有。苏管英抿一口红酒，嘴角微微扬起的笑意，无不透着满满的幸福。听说你那妹妹最近遇到麻烦，好像不能生育的事，被秦一泽的情人给抖搂出来了，估计过不了多久就得被扫地出门了。秦一泽的情人是我的病人。他言尽于此，白月兰不禁对他竖大拇指。乖乖，我就知道这事不简单，原来是你一手策划的。管管，你这一次真是打败了苏乐琪，让他再无翻身的机会。不过你之前都是很疼他的，怎么突然就……我说过了，他想抢走周若雨。一个想抢自己男人的妹妹，那就不是他的亲人了。更何况苏乐琪做的那些事，毁掉他的一辈子，现在只是一报还一报，已经算便宜苏乐琪了。够狠，我喜欢，哈哈。苏管英望着窗外的明月，惆怅地说：兰兰，你相信人会有来世吗？我信命，人有生有死，那自然就有前世今生来世，至于到底有没有，又有谁真的经历过呢？管管，你现在是最幸福的女人，不应该迷信和迷茫啊。你说的对，为我们是最幸福的女人，干杯！也敬我们是永远的闺蜜。两人相视而笑的喝光了杯里的红酒。苏管英十分感激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，她的身边一直都有白月兰陪着，这份闺蜜情，她记一辈子。某日，医院里，苏管英正准备下班，一个身影闯进来了。她扫一眼肿眼睛的苏乐琪：你来干嘛？自从他们都各自结婚后，她与苏乐琪已经很久没见面了。姐，我被逼着净身出户了，现在无家可归，你能收留我一晚吗？爸妈那里不是家。苏管英轻笑着反问。苏乐琪顿了顿才说：为了给我买车，爸妈把城里房子卖掉，现在都住在老家，你这都是知道的。我说的就是村里的老家，爸妈能住，你怎么不能住了？还有，你之前勾搭周若雨，我是亲眼目睹的，你觉得我会放心把你留在家里吗？苏乐琪，这事你咎由自取，我就算是你亲姐姐，也没必要非得收留你吧。姐，
你怎么这么狠心了？苏管英眉头一皱的笑笑，我只是维护自己的婚姻，有错吗？我还要回家给老公做饭，就先走了。他绕开了苏乐琪，直接开门走人了。对坏人仁慈，就是对自己心狠。他已经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苏管英，那些曾经伤害他的人，也别想着再占一丝的便宜。下班回家，苏管英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，就见厨房里忙碌的背影，空气里还弥漫着饭香味，让他嘴角不自觉地微扬了。下班先喝口温水，晚饭马上就做好了。周洛雨温柔地递给他一杯水，眼神里的宠溺让人看得心都醉了。老公，我最近有点累。他慵懒地抱住他的脖子，嗅着淡淡的薄荷香味，竟有种安神的效果。婉婉，你要是肯辞职，公司董事长的位置你来做。他所做的一切努力，都是为了给他最好的生活，现在实现了，而两人的相处时间却少得可怜。他才想着，若他们能一起上班，是不是可以想见就能见，也能一解他的相思之情。在外人看来，他是一个稳重冷漠的企业家，但他心里清楚，自己只想做苏管英的小跟班，时时刻刻都与他在一起，比挣再多的钱都有幸福感。我才不要当啥董事长，我有你就够了。言外之意，公司是他的，而他又是他的，相当于他才是公司的幕后老板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秦一泽被他的情人卷钱跑路了。据说是半月前的事，他也是最近才知道内情。老公，我们出去旅游吧。他一脸兴奋地说。听你的。他不问缘由的一口答应。周洛雨宠溺地揉着他的头，忍不住在额头亲吻一下。两人结婚已经2年，而他对苏管英的爱却是与日俱增，估计这辈子是离不开他了。你也不问问我为啥突然要旅游？他笑嘻嘻地说。他自然不会说，大仇得报，自己想过2人世界庆祝一番。他轻摇头，你想去我就陪你去，还需要问理由吗？爱一个人想对他好，就更不需要理由了。老公，我怀孕了，今天刚做的检查，我和宝宝都十分健康，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？他抱住她的窄腰，低声地问。周洛雨在他耳边温情低喃地说，我最喜欢你。全剧中，